发小借我的宝马去相亲，3天后还回来，车是干净的，油箱却空了一大半。我以为他就是开得远没在意，直到上高速才发现油耗完全不对劲，平时100公里8个油，现在飙到了15个。我把车开去 4S 店，师傅上举机一检查，脸色大变，你这车有些奇怪。他拆开后坐垫，手电筒往里一照，下一秒他猛地退后2步，声音都在发抖。快，赶紧报警！我凑上去看了一眼，当场腿软，大脑嗡的一声，眼前发黑，死死盯住了暗格里的东西。那不是什么脏船，也不是枪支，是几件染血的女性衣物，一条细小的银色脚链，旁边还散落着几张泛黄的寻人启事。我当场腿软，差点没站稳。李浩这小子到底拿我的车干了什么？回想起他当时眼神躲闪，声音发虚，我竟然没多想。现在我懂了，他根本不是去相亲，是当犯罪工具。维修师傅哆哆嗦嗦地拨通了报警电话。不能慌，绝对不能慌，这车是我的，但开车的是李浩，我不能让这事儿把我彻底毁了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拿出手机，对着暗河内部迅速拍下几个角度，一个不剩。我用湿巾小心翼翼地擦拭自己可能碰触过的地方。维修师傅还在那儿抖，我压低声音，眼神死死盯着他。你刚才除了喊人，还碰了什么？把手给我看看，别破坏了现场。他赶紧把手伸出来，上面干干净净。我松了口气，这万一他乱碰，我就说不清了。这不是普通的盗窃，是人命案子，我们谁都别乱动。话音刚落，警笛声由远及近，陈警官带着人冲了进来。他扫过我和维修师傅，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。警官，我叫林川，这车是我的。我发现车里有异常，第一时间就报警了。陈警官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，他仔细检查着暗格里的东西，脸色越来越沉。我在旁边心跳如鼓，手心全是汗。突然，手机震动了一下，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跳了出来，我下意识点开，屏幕上的几个字让人胆战心惊。我这才意识到，这不是简单的失踪案，这恐怕是一桩惊天大案，而且还是专业犯罪集团操刀的惊天命案。我猛地将手机塞进裤兜，陈警官正戴着白手套大步朝我走来。藏什么呢？拿出来。没什么，我妈问我什么时候回家吃饭。这车上多了这些东西，你还有心思看手机？警官，这些东西我真的不清楚。前几天我的发小李浩借走我的车，要不是师傅拆座椅，我连那儿有个暗格都不知道。那几件女人衣服，还有那条银脚链，你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？最近有没有带什么人上过车？他这几天神神叨叨的，就说急用钱，别的我真不知道，你们去问他呀。哼，行，车和东西我们先扣了，你手机保持畅通，随时传唤，我们会联系李浩的。不能说了耗子就没命了。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接电话呀，李浩，你到底惹了什么鬼东西？林老板是吧？火气别这么大嘛！你是谁？鄙人王明，耗子的债主。我不抽烟，他那点破事儿，咱明人不说暗话。他欠你钱，你找他去，找我干什么？耗子说他用那辆宝马车里的土特产抵债。土特产？几件破衣服，一条女人的脚链，这也叫土特产？兄弟，装傻就没意思，那可是能换大钱的宝贝，上头催得紧，耽误了发货，你10条命都不够赔的。发货？发什么货？他到底欠你们多少钱？10万、20万？哼，放高利贷，20万算个屁！老子跑这一趟的运费都不止这个数。少废话，把那暗格里的东西给我拿出来。晚了，全在刑警队物证科，陈警官亲自带人扣的。你他妈报警了？是 4S 店师傅报的。行，你有种！运费、发货，这不是普通的欠债。疯子，耗子的相亲对象长得真水灵啊！今晚不知道回不回得去。这还不清楚吗？运费、发货，那个女人，还有那几件带血的小衣服，他们根本不是放高利贷的，是人贩子。林川，你先坐下。单凭几句模棱两可的黑话和一个被扎的轮胎，在法律上只能定性为寻衅滋事。寻衅滋事？他拿李浩相亲对象的命威胁我，李浩现在连个人影都找不到。我已经派人去排查这个王明了，你现在要做的是回家锁好门，别去逞英雄。你只是个普通老百姓，这水比你想的深。等你们按流程排查完，那几件衣服的主人，还有那个被盯上的女人，骨头都凉了。你敢胡来，我第一个拘你。等不了了，我得自己找答案。瞎了你的狗眼！这车怎么洗的？后备箱那块泥巴是留着过年的。明哥，大半夜的，差不多行了。这破车再洗也就那样。差不多？你想死别拉着我。上面那位有多变态你不知道，他要的货不能有半点瑕疵。这运输车里连跟别人的头发丝都不能有，有洁癖懂不懂？赶紧给我拿水管冲干净。处理不掉这些麻烦，咱俩都得被填海。有洁癖的上线，这绝不是小作坊。
谁在那边？给我抓住他！站住！快抓住他！站住！你跑不了！林老板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今晚连你带那个手机一起在这儿填地基吧。我背贴着粗糙的红砖墙，胸口剧烈起伏。王明手中的生锈钢管在水泥地上驼拽，擦出刺眼的火星，距离我仅剩不到半米。王明，你动我一下试试？你以为我大半夜一个人跑来这儿吹风？吓唬老子？你那破手机还能报警不成？这地方连个鬼影子都没有。云端同步懂吗？刚才你们洗车的照片还有车牌号，我已经设置了定时发送。5分钟后，市局刑警队陈警官的邮箱就会收到这份大礼。妈的，给我抢过来，弄死他！谁在那边？都不许动！不好，是巡逻队！撤！成了，第一步。车牌号江 A7B。陈警官，你看清楚了，这就是那辆涉案面包车。据王明交代，他的接头人有特殊习惯，每次都要换新车，车里连根头发丝都不能有。洁癖，人贩子搞这么精细，这不是普通的拐卖，这是一个有严密组织、有异常要求的犯罪链条。李浩车里破粉的衣服，王明的面包车，这都是为了满足那个联络人的标准。72小时，失踪的黄金72小时马上就到了，你们还在等什么？二组，立刻全程布控江 A7B， 通知交管局查这辆面包车过去48小时的所有轨迹，发现目标，立刻实施抓捕。你小子命真大，这次算你立功了。抓不到王明，找不回那个女人，这一切都是废话。面包车在出城口截住了，车厢里洗得一股刺鼻的消毒水味儿。王明，你跑不掉了，交代吧，那个有洁癖的联络人是谁？女人被你们弄到哪儿去了？警官，你吓唬谁呢？我就是个倒腾二手车的，那车是我买来拉海鲜的，怕腥味重，多洗了几遍不行啊？拉海鲜？李浩车里的带血女装你怎么解释？你大半夜带人拿着钢管追杀林川，也是为了拉海鲜？那小子欠我钱，我追债犯法吗？至于什么血衣、什么女人，老子听都没听过。你们有证据就判我，没证据，24小时后必须放人。陈警官，你以为抓住我就能找到人？呵呵，你根本不知道你惹了什么不该惹的东西。审讯室厚重的铁门被猛地推开，陈警官铁青着脸大步跨出。零口供，这孙子就是个滚刀肉，咬撕了是债务纠纷。24小时一到，上头施压，我必须放人。他越是不说，越证明背后的人他惹不起。你们查他流水了吗？查了，他账户里穷得叮当响，但每个月都有一笔现金存入。我们顺藤摸瓜，发现钱的源头都指上城南一家叫虎腾物流的公司。物流，难怪他们对运输车的要求那么变态。我去探探底。你疯了！你现在已经被他们盯上了。我就是个普通白领，我去寄个快递，谁能拦我？而且李浩连个鬼影都没有，那个女人的72小时也马上就到了，现在你却让我回去等消息，不入虎穴，怎么知道他们藏了什么？张总，我这批高精密仪器对运输环境要求极高，不能有颠簸，更不能有任何污染。钱不是问题。高精密仪器，林老板年纪轻轻，生意做得挺大呀，混口饭吃罢了。听说虎腾物流是本地最专业的，连特殊货物都能走得干干净净。林老板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我们这儿别说精密仪器，就是一些不合法的，只要价钱到位，包装的符合规矩，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。张总真会开玩笑。开玩笑。林川兄弟，你那个叫李浩的发小最近是不是遇到点麻烦？你认识李浩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这行水深，什么阿猫阿狗我都得认的。回去告诉李浩，欠了债就得还，拿了不该拿的东西是会烫手的。他全都知道，他在警告我。混蛋，简直无法无天！怎么回事？停下！给我停下！数据恢复还需要多久？你确定这手机里的东西真能证明你说的那些？陈队，这病毒很顽固，对方手法专业。我确定，我拍下了暗格里所有东西，这些都是证据。证据？如果这些被篡改了呢？难道张虎真的已经动手了？好了，数据恢复完成。不可能！林川，你管这叫证据？这怎么可能？我亲手拍的，我当时还用了湿巾擦拭了，保护了现场。林川，你冷静点，照片数据被修改了，痕迹很明显。
现在这些只能证明你手机里有几张废纸和几张你拍的空暗格照片。他们篡改了，张虎，一定是张虎。你说的张虎，我们查了，一家正规流公司老板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跟这事儿有关？就凭你一面之词？李浩可以证明，他把车借给我。李浩，他现在就在隔壁审讯室。李浩，你告诉他们真相，告诉他们！林川，你再干扰办案。李浩，你老实交代，那辆车那暗壳里的东西到底是谁放的？我不知道，车是林川借走的。李浩，你胡说什么？安静！他把车开走没几天，就来找我说要我帮他一个忙。他说他手里有批货，想找个地方藏几天。你再说一遍。林川，你别装了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那天在 4S 店是不是故意陷害我？那些东西是不是你放进去的？想嫁祸给我？林川，现在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我的发小竟然这样对我，他竟然说是我陷害他。林川，别绕弯子了，你发底良号已经全招了，就是你指使他用那辆宝马车运送货物，事后给他一笔钱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想狡辩什么？我指使他？那你们问过他没有？我给了他多少钱？什么时候给的？通过什么方式给的？他说事成之后才给，你少在这抠字眼。警官，一个为了钱铤而走险的人，会收不到定金就帮你运送这么重要的货物吗？这不合逻辑。而且，如果我真是幕后主使，为什么要把一辆藏着天大秘密的车开到全市连锁的 4S 店去做保养？我是生怕你们找不到证据吗？那你的意思是，李浩在撒谎？他为什么要陷害你这个最好的朋友？他不是想陷害我，他是害怕。你们应该查过，他最近欠了一大笔网贷，被催收的天天堵门。这种时候，有人给他一笔钱，让他运个东西，再许诺出事了，就找个替罪羊，他会怎么选？一派胡言！你这是在胡搅蛮缠！让他说下去。你们拿到的李浩的证词，里面一定提到了我们的接头地点，对吧？我猜是在城西那家我们从小玩到大的兄弟网吧。真正做这种掉脑袋的交易，谁会选这么有标志性的地方？这根本不是交易，这是栽赃。我只是个被推到前面的棋子，打乱了他们计划的棋子。陈队，您就这么信了？这家伙太能说了，逻辑一套一套的，我看就是心理素质好。小王，办案不是只靠口供，他说的那几个点，你去核实了没有？是，但是没有但是。林川说的没错，最大的不合逻辑的点就是他自己。他越是想把水搅浑，就说明水下藏的东西越脏。这件事儿到此为止，你不要再插手了。我以个人名义担保你出来的，24小时。我不会跑，我只想知道真相。有时候真相比你想象的要命，自己小心。抱歉。这不是货运单，这是人口转运的路线图。我紧握着信封，边缘被汗水浸湿。陈警官背对着我，仔细检查着仓库的门窗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别废话。这是昨晚我在警局门口收到的虎踞物流，这些涂改的地址，还有这些奇怪的代号，你觉得是什么？我昨晚想了一夜，这些不是普通的货运单，陈警官。这些收货地址看着杂乱无章，但如果把它们在地图上串联起来，它们能形成一条从偏远山区到几个大城市的运输路线。你是说贩卖人口的路线图？我猜这些代号可能是用来区分货物的，比如性别、年龄，甚至特定的需求。这东西谁给你的？不知道。一个擦肩而过的陌生人，戴着鸭舌帽，看不清脸。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把信封塞给了我。有人在帮你，或者想利用你，你觉得是哪种？我更倾向于前者。如果想利用我，没必要给我这么直接的线索，直接把我推出去当替罪羊，不是更简单？除非他想通过我的手把这些东西送给你。虎踞物流是张虎的产业，这个人在道上有点名气，表面上做正经生意，但背后……我查过虎踞物流的资料，最近半年他们的业务量激增，尤其是在偏远地区，这和寻人启事上那些失踪女人的来源地有很高的重合度。你倒是挺会查的。行，这些东西我会让人去核实，但你记住，这是官方行动，你不要擅自行动。张虎既然能把我推出去，说明他已经知道我盯上他了，他不会坐以待毙的。如果我能从外围找到一些你们官方不方便直接介入的线索呢？别给我惹麻烦，我说的是别再给我惹出额外的麻烦。这是默许了。陈队，
账目确实有问题，尤其是在几个关键节点城市，货位流向和资金流向存在严重不符，而且这些偏远地区的运费成本高得离谱，远超正常市场价。这些路线和临川给的能重合多少？吻合度很高，陈队，其中有3条路线几乎完全一致，不排除这批单据是真实存在的。继续深挖，尤其是资金往来和偏远地区的分公司。这里是盲区，轻点，这批货金贵着呢。张老板说了，出一点差错，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。知道，比运钞票还小心，搞不懂里面到底装的什么。没有车牌，这是准备直接销毁证据，还是有别的用处？监控盲区，可疑包裹，没有车牌的货车，绝不是巧合。这地方有一股无形的压迫感，比我想象的要危险。老板，您来了，都准备好了，万无一失。他就是幕后的人。这个人，直觉告诉我，他比张虎更危险。他身上的那种气场，不是一个普通物流老板能有的。小王，帮我查个人，照片发你手机了，所有能查到的信息越详细越好。这种人如果真有问题，身份信息通常会被处理得非常干净。我知道，但他总会留下蛛丝马迹。陈队，查不到，这个人就像凭空出现一样，所有的身份信息都是假的，或者根本不存在。我们比对了大量数据库，没有一张脸能匹配得上。意料之中。这么干净，反而说明他有大问题。你有什么打算？我得去见李浩。他现在受保护，你不能再接近他。他已经把你供出来了，林川，他不会再帮你。他不是供出我，他是想自保。他把我推出去，是因为他害怕。但现在，他应该也知道，张虎不是他能惹得起的人。他被张虎利用的越深，就越不可能独善其身。我要让他明白，他不是一个人。你怎么会来？你来干什么？看我笑话吗？我来看你，你还好吗？好，我能好吗？我被张虎那个混蛋害惨了，他利用我，威胁我，现在把我推出来当替罪羊，我完了，林川，我彻底完了。所以你把我供出去了？我没办法，他威胁我说，如果我不听话，就会对我的家人，林川，我真的没办法，我不想的。我知道，我没有怪你，你不怪我，我把你拉进这个泥潭，我把你卖了，你为什么不骂我？骂你有什么用？现在不是互相指责的时候。李浩，你还记得那些女人吗？车厢里那些染血的衣服，那条脚链。别说了，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？你被张虎利用，帮他运送过什么，你心里最清楚。你逃避不了的，李浩，你以为把我推出去，你就能安全了吗？他现在能威胁你，将来就能彻底把你灭口，因为你是唯一的知情人。我该怎么办？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我真的好怕。我们一起把那些人绳之以法，警方会保护你，保护你的家人。我做过，我给张虎运过几次特殊物品。什么物品？在哪里？我好像看到过活的东西。李浩整个人瘫软在地，双手死死抓着自己的头发，身体因极度的恐惧而剧烈颤抖。我站在他面前，脸色煞白，没有丝毫犹豫，迅速掏出手机拨通陈警官的电话。陈队，是我。李浩他招了，地址发我，城南废弃化工厂旁边的仓库。待在原地，不要动，我马上带人过去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看到箱子在动，还有很小的哭声，我以为是我听错了。你就在这里，哪儿也别去。我只想知道那些女人，她是不是也在这里？各单位注意，准备突入。天啊，这些都是女人的衣服，畜生！这帮人简直是魔鬼！这不是普通的绑架案，这是一个跨国贩卖人口网络。陈队，是空的。陈队，这脚链一定和失踪人员有关，我们必须查清楚。我握着那条银色脚链，另一只手紧握着手机，眼神在屏幕和实物间颤抖地比对着暗格中的证物照片。陈警官，你看，一模一样，花纹磨损的位置就是这条。我看到了，物证能对上，这是个重大突破。但光有这个还不够，
我们还是不知道这女人是谁，被带去了哪里。不，肯定还有别的线索，他们不会无缘无故留下这个。等等，这里，你看这个扣环的内侧，是不是有什么刻痕？太小了，肉眼几乎看不清。什么？拿来！你小子眼睛够毒的，这不是普通的刻痕，像是一个符号或者一个简化的图腾，能查到吗？这种符号有没有可能是什么地方的标志？难说，但只要是人类留下的记号，就有迹可循。有结果吗？别急，这个库很庞大，全国几千个民族和地域的特殊标记都在里面，匹配需要时间。时间，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。张虎虽然抓了，但他肯定不是最后一个环节。那些受害者多耽搁1分钟，就多1分钟的危险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们才要坐在这里，而不是像无头苍蝇一样出去乱撞。不是，这个也不是。等等，找到了，这个符号是他们那里给新生儿祈福用的守护符。月亮寨，那么远的地方。我立刻接入全国失踪女性信息库，以月亮寨为关键词进行筛选。就是他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等等，这儿，特殊备注，写的什么？坏了，档案上写着杨朵朵有先天性心脏病，必须按时服药。这帮亡命徒只管运货，谁会管他是不是要吃药？我彻底傻眼了。档案上先天性心脏病几个字，让我刚燃起的希望瞬间被浇灭。心脏病还要按时吃药？没错，定时的。档案上说是一种进口的特效药，一旦断供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那帮混蛋，他们根本不会管受害者的死活，他们只把它当成一件货物。这案子的性质变了，这已经不是单纯的人口贩卖，这是在和死神赛跑。我们必须加快速度。张虎只是个开车的，从黔南那么偏远的山区，把一个有特定疾病的受害者精准的带出来，再通过张虎的物流网转运，这背后绝对有一个天衣无缝的链条。你说的对，从源头挑选货物到中间的运输，再到最后的买家，张虎只是其中一环，一个最容易被牺牲的转运环节。所以抓到张虎对那个幕后黑手来说根本不痛不痒。你看，源头、转运，但最重要的2环，策划和销赃，是完全空白的。我审了张虎手下那几个被抓的马仔，也调阅了仓库的所有记录，发现一个特点，极度的洁癖和规整，这绝不是张虎这种粗人能干出来的。这是一个心思缜密、有极强反侦查能力的人。对，他像个幽灵，从不亲自露面。我手下的人给他起了个外号，叫教授。教授，一个高智商的罪犯，把人命当成课题来研究吗？这个教授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。陈警官，我们是不是想错了方向？什么意思？我们总想着从犯罪行为本身去找线索，但如果这个人本身就是个合法的人呢？这么多黑钱，他怎么处理？洗钱？不，比洗钱更高级。他一定会用更聪明、更隐蔽的办法，比如利用复杂的海外信托、律师和会计师。我将手机里的证物推到陈警官面前，陈警官皱眉仔细端详那几张模糊的监控截图。照片上的男人虽然看不清脸，但那身笔挺的西装和出入高级律所的姿态，显然不是一般律师。君诚律师事务所，全市最顶尖的，专门处理大型商业并购和海外资产配置，专门帮有钱人把钱变得干净。这个教授，他根本就不是个躲在阴沟里的老鼠，他就藏在最光鲜的地方，但我们没有证据。这种律所的保密级别比银行还高，没有搜查令，我们连门都进不去。匿名邮件，这在法庭上什么都证明不了。所以我们不能从律所下手，那等于告诉他我们来了，我们得逼他自己露出马脚。你想怎么做？张虎，他现在是惊弓之鸟，但他肯定还抱有幻想，觉得教授会捞他。我们要彻底打碎他的幻想，让他觉得只有自救才能活。引蛇出山。对，放出风去，就说警方已经通过特殊渠道拿到了张虎和上线直接联系的语音证据，证据就藏在他一个绝对意想不到的地方。妈的，骗子，一群骗子，说好万无一失的。是我出事了，警察好像什么都知道了，你得帮我，你答应过的。你自己处理干净。什么叫处理干净？你让我自己处理干净，我为你卖命，你现在要扔掉我，你不是人。谁？是你，你真是阴魂不散！我先弄死你，
再跟警察同归于尽。警察，别动！全部是全部。你以为你赢了？你根本不知道你惹了谁，我们都得死！张虎双手靠在桌上，低着头，嘴唇紧闭，一副顽抗到底的模样。对面的陈警官面沉如水，指尖有节奏地敲击着桌面。张虎，我们已经聊了3个小时了，你觉得你的沉默能换来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们抓错人了！抓错人？你的物流公司，你名下那几辆专门改装过的货车，还有王明临死前留下的信息，每一条都像绳子，把你捆得结结实实。你现在不是在对抗我们，你是在对抗事实。那都是生意上的事儿，我不知道有什么女人。是吗？那你告诉我，你背后那个人，那个所谓的教授，他现在在哪儿？他有没有告诉你他会来救你？我不认识什么教授。不认识？张虎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你以为你是在为他守密，觉得这是道义，你错了。在他眼里，你不过是一件用旧了，随时可以丢掉的工具，就像王明一样。你胡说！我胡说？你好好想想，你被抓的整个过程，是不是太顺利了点？就像有人提前把你的行踪打包送到了我们手上，一颗弃子还有什么保守秘密的价值？他现在可能正在物色下一个张虎了。不行啊，林先生，这加密方式太刁钻了，是动态密钥，每隔几分钟就变一次。我们试了所有常规破解手段，根本进不去。这背后绝对是个顶尖的电脑高手。不能用常规思路。什么？他不是个普通黑客。陈警官说过，张虎提到过，教授对细节有种病态的严苛，甚至要求运输车的清洁度都分毫不差。他追求的不是混乱，是秩序，一种他自己定义的完美的秩序。这和密码有什么关系？有，一个如此偏执于秩序和完美的人，他的加密逻辑一定也遵循某种独特的、自洽的规则。他不会用随机的、混乱的密钥，那会破坏他的美学。他自诩为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者，这种人极度自负，他的密码里一定藏着他的哲学。别再用暴力破解了，换个方向。你试试从数学逻辑入手，比如斐波那契数列或者正数序列。张虎，看看吧，就在我们谈话的这几个小时里，你的老板已经把你名下所有代持的资产都转移干净了，受益人变成了一个你从没听过的名字。不可能，他怎么敢？他怎么能？现在你还觉得你不是弃子吗？他已经把你当成垃圾一样扔掉了，你为他卖命，他却在你刚出事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清理门户。我为他做了那么多脏活，他这个王八蛋！告诉我他在哪儿？这是你最后的机会，是戴罪立功，还是把牢底坐穿，甚至不明不白的死在里面？你自己选。我不知道他叫什么，我只知道他住在市中心最高的铂金公寓顶层。他有病，他对所有东西都有病态的要求，一切都要完美，要绝对的秩序。一组，铂金公寓 A 座排查完毕，立刻转到 B 座。2组，盯紧所有出口的监控，他很可能已经察觉到了。记住，目标极度狡猾，不要打草惊蛇。收到。陈警官，这样下去不行。我知道，但这是目前唯一的线索。他就像个鬼，我们对他一无所知。不，我们知道他最大的特点。什么？自负。一个自诩为神，把犯罪当成艺术的人，他不可能忍受默默无闻，他需要一个舞台，需要观众，宣泄他那套扭曲的哲学。你的意思是网络？对。关键词组合：秩序、净化、资源再分配、愚昧的羔羊。林先生，符合条件的用户太多了，成千上万。不，他不一样，他从不与人争辩，也从不回复任何评论，他只是单方面的布道，再加一个筛选条件：零互动，正在筛选。有了，数量减少了 90%， 但还是有几百个，一个一个看，把他当成一个真正的教授。快了，一定就在这里。他那种病态的控制欲，就是你。城市的机体需要新陈代谢，清除那些无效的多余的部分，才能迎来真正的健康。情感是秩序最大的敌人，不要用凡人的道德审判我，我只是一个园丁。一个零件的损毁不会影响整部机器的运转，只会让机器的下一次迭代更加完美无瑕。林先生，你越界了。电脑屏幕是一片漆黑，我的脸被恐吓到扭曲。喂，陈警官，他找到我了。什么？他黑了我电脑，他直接对我说话了。他说我越界了。别动任何东西，待在原地，我马上派人过去接你。记住，从现在开始，
不要相信任何电子设备。已经开始了，造谣、抹黑、断绝我的社会关系和经济来源，真是教科书式的社会性死亡套餐。这是他的心理战，他想让你崩溃，让你变成一个没人相信的疯子，这样就算你说出真相，也不会有人信了。他不只是想让我闭嘴，他是想让我消失。我派了2个便衣在楼下，你暂时住在这里，哪儿都不要去。我们会尽快从那个秩序之眼的账号上找到突破口。他能黑进警局的内网吗？他没这个本事。是楼下负责监视我们的一辆车，被一辆闯红灯的渣土车撞了。不是意外，我知道，这是警告。不对劲，太快了。从我发现秩序之眼，到他锁定我的物理位置，再到发动全面攻击，中间几乎没有延迟。他的技术能力确实可怕。我们追踪了他的攻击源，根本无法定位。不，他再厉害，也不可能违背物理定律。信息传输需要介质，需要时间。他所有的指令，无论是网络攻击，还是指挥线下的行动，都必须通过一个信息处理的中枢。他太自负了，他相信他的中枢是绝对安全的。你是说，他有一个指挥中心？对，他所有的攻击看似天马行空，但背后一定有一根线牵着。我们只要找到这根线，就能反向把它揪出来。帮我把所有攻击我的数据聊都调出来，我们来找那个共同点，那个唯一的、不变的中转站。找到了，林先生，你快看，所有数据，不管来源是哪里，在最后执行攻击前，都会经过一个位于海外的加密服务器，就是他，他的心脏。林川，李浩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快跑，快跑啊！他知道所有事，他是个魔鬼！李浩根本不敢看我的眼睛，他面色蜡黄，身上的衣服皱得像咸菜干，他死死攥着拳头，眼神躲闪。你还想躲到什么时候？我没有躲，川子，我只是什么？只是眼睁睁看着我被追杀，只是看着一个无辜的女人下落不明。李浩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以为你再混蛋也还有底线。我能怎么办？我他妈能怎么办？你以为我不想说吗？他们不是人，他们是魔鬼。只要我敢露头，死的就是我。所以你就选择当个缩头乌龟，让别人替你去死。我也不想的，我真的不想。我每天晚上都做噩梦，梦到杨朵朵在哭，她就在我车里，我能闻到她身上那件衣服的味道。我快疯了，川子，我真的快疯了。现在还来得及，告诉我所有的事情。说了，我们都得死。不说，杨朵朵肯定会死，你自己选。李浩，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成为救杨朵朵的关键，也是救你自己的关键。想清楚了再说。是张虎，是他找到我的。他说我欠了赌债，给我指了条明路，就是帮他运点货。我当时鬼迷心窍，我以为只是走私点什么东西。他怎么联系你？怎么给你钱？没有固定的联系方式，都是他单线联系我。钱是打到一个我新开的账户上。哪个账户？在这里。我每次取完钱都怕得要死。那个教授呢？你见过他吗？没有，从来没有。我只听张虎他们提过，他们说教授才是天。张虎在他面前连条狗都不如。不是张虎，看来这个教授才是核心。这个账户从半年前开始，每个月的固定一天都会有一笔固定金额的钱打进来，不多，但从不间断。陈警官，你看这个模式太规律了，这不像封口费，更像在支付某种服务费，或者说在控制一个人，手法很干净，像金融领域的人做的。除了这个，还有什么？任何细节，再小的细节都行。那个教授，你还听到过关于他的什么传闻？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有一次我听张手下私下抱怨，说教授这个人有洁癖，他说他绝不能容忍任何可能玷污他身份的污点。李浩那句关于洁癖和污点的话被我用红笔圈了起来，写下教授二字。我死死盯着那2个字，一脸的不可置信。我们一直想找他，但我们都想错了，这种人我们是找不到的。引蛇出洞，我们试过了，他比狐狸还狡猾，得让他自己走出来。不，狐狸狡猾但有弱点，他不是讨厌污点吗？那我们就给他制造一个他无法容忍的污点，一个他必须亲手来擦掉的污点。什么污点能比暴露的风险还大？他会为了这个亲自冒险？会的。对于一个追求完美犯罪的偏执狂来说，一个指向错误方向的完美证据链就是对他智商最大的侮辱。继续说，我们利用李浩的账户信息，伪造一份资金流水，凭空捏造一个中间人，把所有线索都引向这个虚构的替罪羊。我们要把这份证据链做得天衣无缝，让它看起来就像是警方的重大突破。然后呢，他只会躲得更深。不，我们在这份完美的证据里
留下一个只有他才能看出来的致命的瑕疵，比如某个他用来洗钱的海外空壳公司，我们故意拼错一个字母，对我们来说是笔误，对他来说是一个指向他真实身份的无法容忍的愚蠢错误。这个计划太险了，而且他怎么会看到这份证据？我会去泄露给他，他一直在暗中监视我，把我当成他计划里最大的污点。由我这个污点去揭露一个错误的真相，他一定会注意到，他会认为是我查到了什么，但又不够聪明，查错了方向。为了修正这个错误，为了把他完美的犯罪拼图恢复原貌，他一定会出手。好，就这么办。技术组立刻根据林川的方案构建虚拟数据，行动组24小时监控所有可能的信号源。报告，有不明 IP 正在访问我们的数据诱饵，对方反追踪能力极强，正在层层擦出痕迹，他上钩了。林川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一切正常，他会来的。陈队，对方停止了数据擦拭，我们追踪到他激活一次性的手机性信号，定位显示正朝南郊废弃工厂移动。他要亲自去处理诱饵。他来了。锈迹斑斑的铁门被缓缓推开，一个身影逆着月光走了进来。来人约莫40多岁，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深色西装，戴着一副金丝眼镜，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，看起来像个大学教授，而非穷凶极恶的罪犯。他就是教授。真没想到，一个完美的计划，最后会因为一个如此不体面的地方出现瑕疵。你还是来了。当然，我从不留下任何未完成的作品。你伪造的证据链很有趣，差一点就骗过所有人了。可惜你拼错了一个公司的名字，一个愚蠢但又恰到好处的错误。那是为你准备的。为我？不，你只是在为自己的愚蠢买单。你真以为靠你这种普通人就能挑战秩序？秩序？你管贩卖女性叫秩序？你看，这就是你和我的区别。你看到的是情绪，是眼泪，我看到的是资源。他们明明病入膏肓，却还在肆意挥霍自己的青春；另一些人却渴望拥有他们的青春，而且能够拯救他们。只有我才能让所有人获得幸福，让一切回归它应有的价值。我创造的才是更高级的秩序。你这是歪理，是魔鬼的逻辑。逻辑？你挣扎了这么久，找到了什么？一个外围的小喽啰，一个被我淘汰的运输头子。林川，你就像一只掉进精密仪器里的蚂蚁，你拼尽全力也只不过是弄脏了一个无关紧要的齿轮，而我随时可以更换它。现在游戏结束了，我很欣赏你的执着，但污点终究是要被清除。就是现在！哼，别急，你的完美作品好像还有个地方没擦干净。一条不值钱的饰品，你想用它做什么？拖延时间？不，我是想告诉你，你最大的漏洞不是你自以为是的智商，而是你那病态的洁癖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为了让你那辆宝马车看起来干净，几乎处理掉了所有血衣和寻人启事，却唯独留下了这个。因为在你的逻辑里，金属是干净的，你不是销毁证据，你只是在做大扫除。而这个被你忽略的小垃圾上，有那个女人唯一的 DNA。教授那张斯文的脸瞬间扭曲，金丝眼镜下的双眼布满血丝，死死地盯着林川手中的铰链，仿佛在看一个怪物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检查过，那上面什么都没有。你只检查了有没有血迹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受不了脏东西。但你忘了，皮肤接触会留下皮屑细胞，汗液里有最直接的证据。你追求的不是天衣无缝，只是视觉上的干净。你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我们，是你自己那可笑的偏执。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杀了他，把他和这个东西一起碾碎！不许动！警察！陷阱，从一开始就是陷阱。没错，当你踏进这个不完美的工厂时，你的完美犯罪就已经结束了。结束了！不，只要这个世界还有愚蠢和贪婪，我的事业就永远不会结束。我不是罪犯，我是艺术家。各单位注意，根据 B 计划，立刻搜查目标位于城东的私人别墅地下室，快！医生说他恢复得很好，心理创伤还需要时间，但至少他安全了。这就够了。那个犯罪集团的老底儿都被掀了，一个都跑不掉。教授的心理防线在看到铰链上的鉴定报告后突破了。李浩呢？川子，对不起。好好改造，出来我接你。我给你写了封信，在里面，我把所有事都想明白了。你是我这辈子最好的兄弟。特大贩卖女性案成功告破，主犯被判死刑。我知道，黑暗从未消失，它只是暂时退却。只要还有像我一样的普通人，愿意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，那正义的曙光就永远不会熄灭。